在大伙心目中啊，红米 K 系列最成功的是哪一款产品？可以走一波弹幕。相信呢，现在弹幕里飘过最多的应该就是 K20 Pro 啊，毕竟这是红米唯一一款做到了真旗舰敢 KO， 把自家小米数字系列按到地上摩擦的产品。随后几年的 K 系列也出过不少经典爆款啊，比如说 K40和 K50这两代，在同期2000到2500档产品中依然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这 K50啊，凭借出色的2K 屏加天玑8100，也是 KO 了当年一众友商产品。去年 K60升的2K 屏素质不错啊，但是机身质感、拍照、快充方面是没啥明显的进步啊。大存储容量版本的初始定价也偏高，升级力度显然是不如黑长两兄弟。在 A42 GT Neo 5发布时候被迫快速降价。K70上，红米呢显然是吸取了上一代被破门的经验，正面屏幕黑边大幅收窄，去掉了大塑料支架。视觉观感相比 K60呢是清爽了很多，失传多年的金属中框回归，整机质感这块是提升非常明显。下巴呢虽然说比小米14略宽一些，但依旧呢是属于窄边框的范畴。相机 Deco 部分就属于是 Mix Fold 3设计大众化了，一大块圆角高透玻璃加4筒摄像头组合。边缘部分呢还进行了圆润打磨，用来降低 Deco 边缘的割手感。就是右侧这2行光秃秃的50MP OIS、Air Camera 英文就显得没啥设计感了。理论上，按照 Note 13 Pro 系列的设计，搞个分割线啥的，应该会比现在这种更加和谐好看。黑色和白色均为 AG 雾面玻璃，不怎么沾指纹，但是反光条件下都有大范围的冰裂纹效果。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设计怎么看？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去掉这些纹理，做成纯色 AG 玻璃会更加简约大气。外观上唯一的区别呢，就是金属中框的处理上，标准版是磨砂铝合金 ，Pro 版呢是亮面铝合金。质感上来说亮面铝合金呢会更好一些。缺点嘛就是容易沾染指纹，同时呢也容易留下一些细小的划痕。磨砂铝合金中框就没有这些问题。虽然说是垂直中框设计，但是 K70系列弧形后盖和中框之间的衔接过渡呢还算平滑，不会有明显的割手感。中框部分的过渡处理呢要比iQOO会更加舒服些。那满分10分 ，K70系列的外观设计你会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从 K50开始K 系列标准版算是真正意义上在2500档这个价位上普及了2K OLED 的屏幕。今年 K70和 K70 Pro 呢也不例外，实测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分别是1014尼特和1005尼特，两台手机高低亮度差仅为22尼特和31尼特。这个表现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三星顶级2K 屏的高亮度一致性了，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准。K71高低亮度差呢是48尼特，表现呢也不错。激发亮度设定上，两台机子呢基本一致，2万 lux 照度呢是1015尼特，5万 lux 照度呢是1034尼特。K71呢分别是890尼特和951尼特，默认全屏手动最高亮度呢均为500尼特左右。开启阳光模式之后，最高可以达到730尼特左右。K71开启阳光模式后，手动最高亮度呢是没啥变化，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啊？但比较蛋疼的一点是，无论是小米14系列还是 K70系列，手动700尼特加的亮度和自动亮度呢是无法共存的。也就是说，要么是手动最高700尼特加，但是没有1000尼特加的激发亮度，要么呢就是手动最高500尼特左右，有1000尼特的激发亮度。我觉得手机芯片能效 OK 的情况下，其实呢完全可以开放这个限制。色准方面，两台机子默认的都是专业原色模式，平均色温呢都在7100K 左右，并不是标准的低65。平均色偏呢分别是1.9和2.3。想要更准的色彩还原，建议呢手动选择暖色温模式。屏闪方面，实测下来 ，K70和 K70 Pro 75尼特以上呢是类 DC，75尼特以下呢是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在10尼特左右的低亮度区间会切换为384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理论上，这套屏闪组合呢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但 K70和 K70 Pro 比较有争议的一点是，它75尼特以上的类 DC 调光区间，屏幕静止状态会从120赫兹的 TFT 刷新条纹变成60赫兹的 TFT 刷新条纹。这个时候呢，虽然说也是类 DC 调光，但是占空比会变低，黑条呢会变粗将近1倍。即便是手动固定应用到120赫兹，手指离开屏幕3秒，依然会伴随刷新率的降低，出现屏闪劣化。不过根据官方的最新消息 ，K70和 K70 Pro 后续 OTA 呢会进一步降低 SVM 值。优化屏闪设定可以等一波更新看看效果。8进3、8进2以及天玑8300这3颗处理器的性能能效，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视频中和大家详细解读过了。按照性能差异，基本上呢也符合这3款机子的定位。K70和 K70 Pro 延续了之前小米对应 SoC 机型的日常调度策略，用 G886测试单核多核成绩分别是1721、4903。
和1827、6038，室温25度，连续5次 J benchmark 测试，多核稳定度分别是91.7%和89.4%，平均多核成绩分别是4752和5721。骁龙8 Gen 3因为架构上的升级，加上多一颗中核，日常多核性能对比8 Gen 是有进一步提升的。相对于 K70E、K70和 K70 Pro 的系统动效没有做任何阉割，音量条有毛玻璃效果，系统设置中也有高级材质选项。文件打开时呢，会有自然的背景虚化，不过呢，小 bug 还是会有些比如说连续多开应用启动，偶尔呢会动画丢失。目前体验上的问题就是 K70和 K70 Pro、B 站弹幕显示会出现一顿一顿的问题，反倒是 K71标准版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游戏方面 ，K70和 K70 Pro 王者荣耀高清120帧都能够跑满，全程无压力。不过作为8 Gen 机型，K70平均3.7瓦这个功耗还是明显偏高了些。查看 CPU 大度，3个 A510小核在游戏过程中也有不小的负载，会频繁的上窜到 1.67 GHz。小核心跑中高频显然是不如中核跑低频能效来的好，应该呢还是调度优化的问题。K70 Pro 为3.3瓦，相对正常些。原神方面 ，K70 平均率呢是58.8帧，整机框呢是6.3瓦 ；K70 Pro 平均呢是59.7帧，整机框呢是5.8瓦。得益于8 Gen 3更强的 CPU、GPU 能效 ，K70 Pro 平均帧率更稳更高的同时，功耗呢反而要更低一些。当然，8 Gen 2征服 720P 原神基本也是没啥压力，机身温度呢都在45到46度左右。比较让人意外的是，新铁环节 K70和 K70 Pro 帧率表现竟然没有拉开啥差距，平均率都在56帧左右。功耗上 ，K70 Pro 呢会比 K70 低一些，但如果你拿 K70 Pro 和小米14 Pro 一比，差距就体现出来了。K70 Pro 前面10分钟帧率呢是在50帧和60帧之间来回频繁波动，后面10分钟呢则是在45帧和60帧之间频繁波动，整机光呢是6.7瓦。小米14 Pro 前面15分钟基本是贴着60帧运行，后面5分钟呢是贴着55帧运行。实际游戏过程中流畅度呢会更好，功耗呢还更低，6.1瓦。从 CPU 的调度上也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小米14 Pro 中核大核是全程根据负载动态提频降频的，而 K70 Pro 的 X4 大核大多数时候呢是固定在 1.7 GHz， 3个高频 A720一开始呢是尽可能顶到 2.44 GHz， 10分钟之后限频到 2.13 GHz， 14分钟后限频到 1.92 GHz。调度上显然是不如14 Pro 这种来的高效。今年标准版和 Pro 版的电池快充组合呢都是5000毫安时加120瓦。在我们的300尼特亮屏续航测试中 ，K70 和 K70 Pro 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分别是6小时26分和6小时45分。虽然说2K 屏比 1.5K 屏会更加费电但同样是8 Gen 3的小米14 Pro， 电池容量更小，实际续航基本也能够和5000毫安时的 K70 Pro 持平，所以高负载游戏的调度和续航这一块都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充电方面 ，K70 和 K70 Pro 15分钟快充电量呢在14.98瓦时左右，完整充满耗时呢是23分钟。这个120瓦回血速度表现不错，对比爱酷12和 X100上的120瓦要更强。谈到红米 K 系列的拍照，好像从来都和影像旗舰不沾边那么今年的 K70 系列有没有大变化呢？传感器方面 ，K70 和 K70 Pro 都加入了豪威全家桶，主摄呢都是光眼猎人800 1.55分之英寸底，光圈呢是 f1.6， 有光学防抖。Pro 相对于标准版多了一颗2倍长焦 2.88分之英寸底，但是没有光学防抖。超广角传感器呢是老朋友 OV13B10， 尺寸上略大于 K70 标准版。先说结论K70 的拍照对比上代 K60 来说肯定是有进步的。一方面呢是主摄传感器进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算法下放的更多。虽然说 K70 标准版没有长焦，但是做了基于主摄高像素裁切，光线正常的情况下 ，K70 Pro 2倍长焦其实比较难体现它的画质解析力优势网上的3倍模式会和标准版拉开一些差距，但是因为传感器本身底不大，还没有光学防抖。从2倍拉到3倍，画质的可用性其实是比较低的。到了5倍，基本是完全不可用状态。实用项角度来说 ，K70 Pro 这个小底2倍，相对于标准版的拍照提升感知呢，确实不太明显。大部分城市夜景的灯箱高光压制没啥问题，甚至有些场景把它俩和底更大的小米14放在一起，乍一看还真挺难看出差别的。比如说这组大润发样张，其实部分旗舰机也不一定能够正常还原。K70 和 K70 Pro 都能够正常还原红色灯箱部分的颜色，所以对于要求不高的普通用户来说 ，K70 在这个价位上的拍照表现其实呢还可以，相对于前2代产品确实能够感受到不小的进步。但要说综合的成像稳定性嘛，我只能说红米还是红米，尤其是 K70 Pro 并没有因为多一个 Pro 的后缀而变得更强更稳。比如说这组样张 ，K70 和 K70 Pro 灯箱部分都出现了相同的偏色问题。把深蓝色的灯箱拍成了淡蓝色，这组样张呢也是类似情况，灯箱部分的蓝色，2台 K70 呢都拍成了深蓝和浅蓝相间的颜色，而且有时候出现算法翻车的场景还不太一样，比如说这组样张
K70的灯箱颜色呢就相对正常些，但是标识牌主体颜色呢泛白。K70 Pro 呢则是标识牌主体颜色正常，但是上面的蓝色灯箱拍成了紫色。正常光线里面 ，K70 Pro 的白平衡稳定性会比 K70 标准版的略好些。比如说这组样张 ，K70 标准版的整体白平衡呢又不太对，路面呢是明显偏红了。超广角方面 ，K70 Pro 和 K70白天呢基本是无误开状态，因为本质上都是小底，也没有自动对焦，在光线一般的室内或者说夜景环节 ，Pro 的超广角呢会有些优势。标准版的噪点会相对更加明显。按照小米旗舰目前的成像水平我觉得把 K70和 K70 Pro 存在的问题场景优化好，应该是毫无压力的。比如说小米14的主摄拍照表现呢就很稳，但结合前几代 K 系列的拍照以及后续 OTA 的情况来看，红米会不会花更多精力时间去优化相机，尤其是 K70 Pro 的相机，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虽然说骁龙8 Gen 3本身呢并不支持32位应用，但实测下来几款老的32位应用版本也是可以在 K70 Pro 上运行的。和小米14一样，系统层面应该是针对32位应用做了一些转移工作的。这一次 K70 全系新增了对 N48和 N66两个5G 频段的支持，标准版和 Pro 版支持 WiFi 7和双频 GPS，K71 呢则是 WiFi 6加单频 GPS， 红外 NFC 这些配置呢依然都有。扬声器对比在视频结尾部分。去年 K60系列上号称普及的无线充电，在 K70系列上是直接取消了其实对于2500档机型来说，无线充电和高功率快充择其一的话我肯定会选择高功率快充。但是前一代说普及，下一代直接取消营销宣传上确实容易给人一种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感觉。产品卖点呢是没啥延续性。还有呢就是 IP68。K60至尊版有，红米 Note 13 Pro 也有，可能大家下意识的会认为这次 K70系列应该也有吧。但实际上呢 ，K70和 K70 Pro 都是不支持 IP68的。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标准版用5000毫安时加120瓦快充没啥毛病，但是 Pro 版保留无线充电，同时支持 IP68，会更符合 Pro 该有的定位。全系马达呢还是和上一代一样0809规格，实际震感力度小，而且比较松散，完全不如小米14上的0809加厚版。指纹呢依然是短焦，对于6.7英寸级别屏幕的机型来说，解锁体验呢是比较难受的，需要手动调整一下位置去够一下。简单小结，从 K60系列到 K70系列，能够感知的最大升级就是整机质感这块明显提升，窄边框直屏，金属中框回归，配合 AG 雾面玻璃，妥妥准3000价位机型的表现。当然，这个纹理设计我觉得是有些多余了。日常使用的流畅度上 ，K70和 K70 Pro 感知差别很小，能够拉开差距的还是高负载游戏环节比如说原神 ，K70 Pro 帧率更稳，功耗呢还更低。但是新体目前来看，可能是调度优化的问题。K70 Pro 呢，并没有和 K70拉开流畅度上的差距，只是功耗呢略微低一些。至于拍照嘛，我觉得 K70 的表现符合预期 ，K70 Pro 并没有因为这个 Pro 的后缀而明显变强。综合来说，标准版的产品力我觉得没啥毛病。至于这个 Pro 对比新发布的真我 GT5 Pro， 已经从汉门1整年变成了汉门1星期了。另外比较离谱的是 ，K70 Pro 从12加256GB 到16加512GB 需要加600元。而小米14 Pro 从12加256GB 到16加512GB 只需要加500元，小米14呢更少，只要加300元。这红米的存储要比小米更贵，就有点反常识了。纵观红米 K 系列这些年，除了 K20 Pro， 后续的 Pro 机型呢都属于是 Pro 了个寂寞，基本都是在降价跳水之后才真香。至于原因嘛，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避免 K 系列的 Pro 太强和小米数字系列形成直接竞争，不敢太堆料。另外一方面呢，估计红米自己也知道基本盘价位在哪个区间。K70系列的核心走量版本依然是2500档的标准版，当然 K70 标准版相对于接下来 A43、GT Neo 6或者说爱酷 Neo 9，谁会更香？大伙也可以等一等，看一看。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